江然，你为什么把我这些年辛苦攒的首付钱都转给你前男友了？赵博他回来创业，资金不够，我就想着把咱俩的钱借他用了。这些钱有一分一毫是你的吗？你太过分了！哟，这不是然认的臭舔狗吗？咋还开始咬人了呢？赵博，你还我钱！还什么钱？想的倒是挺美，我还没问你要耽误然认几年青春的补偿呢！给我弄死他！哼！我这是在哪儿？出世后辈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祖宗。轮回经、丹经，后人竟然混得这么差，祖宗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这2本天书赐予你，给你祖宗我争口气。给你祖宗我争口气。我刚刚是在做梦。这是可以炼制丹药的丹经。我刚刚不是在做梦啊！固体丹、固本培元、复灵丹，医治伤病；太极紫金丹，可解百毒。这可真是好东西啊！为什么打不开啊？莫非需要我达到一定修为才可以吗？哇，这上面讲的是修仙问道的顶级功法呀！有了这2本古经，荣华富贵、飞黄腾达，那不是信手拈来吗？爸，咱们要不要换个病房？看来其他人看不到我手中的古书。无妨，这里挺好。老爷子，你看起来气色不太好啊。这风言风语的家伙，你可别冒犯到我父亲。千一，不可无礼。我早年不慎中毒，现在毒已入骨，怕是没有多少时间了。中毒？刚刚丹经上的太极紫金丹不正可以解毒？正好可以在这老人家身上试试效果如何。或许我可以帮到你，我祖上曾是医者，正好我也记得些解毒秘方，或许能帮助老爷子呢。你闭嘴！全国上下的名医都对我爸的病束手无策，你难道能比他们更有本事？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我名秦鼎峰，这是我女儿秦千怡。如果你真有能力让我症状缓解，甚至除根，我们秦家必有重谢。秦家？莫非您是秦氏医药的创始人？正是，可你也要知道拿我秦家取乐的代价。医者仁心，放心吧，我不贪图你的钱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拿支笔来。太极紫金丹需要这么多药材啊？这份清单里共有81种名贵药材，你准备好了，交给我。7日之内，我会将解药交给你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会尽快准备，最晚明天中午前到我的集团来拿。得先赶紧用轮回经修炼出仙力，这样才能帮秦老爷子炼丹。天地有气，阴阳两极，逆转乾坤，天道惶惶。真气气符，仙力修炼出来了。我是秦千怡，你可以来秦氏集团拿药材。好。这不是江然前男友吗？怎么被绿的心里不痛快，想来大闹一场？我劝你别想不开，一个小民工而已，你配进去吗？我干什么还需要向你们汇报吗？臭民工，头打是吧？不自量力！哎呀，哎，这人谁呀？这是来这儿闹？哼！你别过来！我是来找楚风，你在干什么？楚风，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，你还来纠缠我干嘛？我不是来找你的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自作多情了？还在装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看上过你，
像你这种穷酸的废物，连狗都不会跟你过日子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让路。你就是他在这闹事，把他赶出去。哼，刚好可以试试我现在的实力到了哪个地步。慢着！啊！秦总，我马上把这小子给……啊！你们几个被开除了！你们几个被开除了！你给我过来！怎么可能？楚风怎么可能跟集团总裁认识，还被请了上楼？我看楚风啊，马上就要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就是，也不知道有人会不会肠子都悔青了。这是你需要的药材，7日之内把解药做好给我。没问题。秦总，这是100万定金，只要你能治好我爸，到时候另有重谢。100万！没想到这戒指还有储物的功能呢。接下来该炼药了。成了！哟，这次怎么没人拦我了？楚风又来了，估计还是来找秦总的。难道两人有什么特别关系？可不是嘛，江然就因为上次那事被开除了，这楚风不一般啊。他被开除了？楚先生请，秦总在办公室等你。好。解药带来了吗？此物名为太极紫金丹，可以治愈你父亲秦老。丹管用吗？算了，你跟我回去见我爸。哎呀，我就不去了吧。你必须得去，谁知道你炼的这个丹药有没有效果？要是导致我爸变重，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哎，好。楚风，你确定这小丸能有效？不敢说药到病除，但对您绝对会有效果，且没有副作用。事到如今，只能试试了。爸，刘医生到了。秦老，这玩意儿可不能乱吃啊！如果发生意外的话，哎，有意外的话，我便担着。况且还有你嘛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有股说不出的感觉，有股奇特的暖流从腹部流向各处。哎，这个小药丸好像还真的起作用了。爸！秦老！我操，什么情况？不是解毒吗？哎，秦老好像睡着了。刘医生，请你仔细检查下。确实是没事的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毒素在排出。拿东西接着，小心别碰到了。好了。爸，你终于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感觉神清气爽，好像突然年轻了不少。秦老没事就好，但是秦老您还需要静养，这样才能慢慢康复啊！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500万你一定收下。哎，别，楚小友，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吗？收下。那这钱我就收下了。不过秦老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希望秦老能同意。一呢，我这个人平时比较低调，这件事我不想泄露出去，要不然我怕引起外界太多的关注。这个当然，秦家谁敢泄露，家规处置。还有就是，日后我打算研究新药品，到时候那个原材料能不能从秦家购买啊？这个当然没问题，这世上还没有秦家搞不到的药材。不过，你是否想过将你制造的药品进行售卖？我可以帮你。凭我现在的修为，炼1颗紫金丹就够买了，批量生产岂不是要了我的小命？哎，这个就先暂时不了。要是日后有需要的话，我还希望秦家能优先跟我合作。时间也不早了，千一，送楚小友回家。好。哎，啊，这车真不错，风驰电掣的感觉真不错呀！有钱人真好呀！你有祖传的医术，想要荣华富贵还不简单？为什么非要在工地当民工啊？我这不是刚获得传承，
哎呀，那不是没有好的机会吗？只要你愿意，秦氏医药集团随时欢迎你的加入。他来电话干什么？是楚风吗？找我什么事？明天我公司开业，想请你来喝几杯。毕竟这几年你也挺照顾然然的，我得好好谢谢你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对了，随礼就算了。听说你几个月没发工资了，到时候房租别再交不上了。切，王八蛋，我饶不了你。哟，什么事儿啊？把咱楚神医气成这样？没事，一对奸夫淫妇罢了。你值得更好的。这次开业会过去，也是时候跟赵博、江然那俩人做个了断了。气虚体弱，你有先天性疾病啊？与你无关。我祖上全是医师，专门治疗各种疑难杂症，300万包你药到病除。魁医圣手都治不好的病，你能治好？你的身体今天一定会出问题的，到时候你可以来赵博的开业会找我，我叫楚风。哟，你还真来了，脸皮够厚的呀！没钱吃饭就来我这蹭吃蹭喝。哎，来者是客，快进去吧，待会儿包让你有好戏看。其实，我今天最要感谢的人是楚风。虽然他是一个挣不着钱的民工，但是他不仅无偿资助我40万给我创业，还觉得自己配不上然然，主动给我照顾，确实够意思。还有这事儿，这小子脑子有问题吧？对呀，不仅把女朋友拱手相让，就连挣的钱也给情敌，绿帽屁吧？这个事啊，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下赵总。要是没有赵总的话，我怎么能认得清这个潘金莲？你混蛋！那40万，我就当给了阿猫阿狗，毕竟他们呀，没有手也没有脚。保安，给我把他轰出去！慢着，这不是秦大小姐吗？秦氏医药集团总裁秦千怡，这赵博怎么认识这种大人物？秦小姐，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您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我好下去接您啊。秦氏集团最近在找新兴团队合作，本来呢，今天我是想来博业公司和你谈谈，现在看来这个计划还有待商榷。这，秦总，我哪儿惹您了？江然因为损害秦氏集团名誉被永久开除，没想到这种人竟然是赵总的女朋友。现在看来，赵总的人品也不太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。从即日起，博业集团被秦氏集团永久列入黑名单。啊，这也太严重了！怎么这样？秦总这话不是断绝赵博的前途吗？对呀，进了秦家黑名单，这以后谁敢跟他合作？不行，我等会儿要跟赵博划清界限。秦总，我这……于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认识他，这不是鸿盛集团大少爷于景耀吗？就是那个天州4大美人之一于景轩的亲哥哥。秦小姐，我来找人。于少，这是我公司，在座的我都认识，你要找谁？楚风。楚风？我就是。于总，你找我什么事情啊？你跟我走一趟吧，现在走，快！于少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楚先生，你记得今天上午在路边遇到的那个姑娘吗？现在情况十分危急。魁医圣手都治不好的病，你能治好？你的身体今天一定会出问题的，到时候你可以来赵博的开业会找我，我叫楚风。好，我们快走。赶快救救景轩吧，把他送到帝都。事到如今，或许只有周国医才能救他。不可，周国医日理万机，如果长途颠簸未能见面，那景轩的情况将会更加恶化。何况周国医早已表明，他也无能为力啊。白老，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景轩？爸妈啊！爸妈，楚风叫来了，景轩情况怎么样？他就是于小姐口中能救他的人。我们几个从业几十年的名医都束手无策的病情，怎么能交给他这种无名小辈？毛都没长齐的小辈，定然是江湖骗子。这种时候还敢坑蒙拐骗，也不知是何去向。也不知道这几位狗眼看人低的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放肆！你是谁家犬子，竟敢如此大放厥词？楚风，在场的都是天州名医，
这位白老更是仅次于国医圣手的前辈啊！既然各位神医都束手无策，那我也不必展示我的三脚猫功夫，告辞。哎，且慢！正所谓医者仁心，若小友确有手段救锦轩于危难，何必在乎这些闲言碎语？此言有理，但是白老都束手无策的话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医治好于小姐。楚风，我于正清就这一个女儿，如果真有办法医治，我愿付出任何代价。若真是无力回天，我不会怪你分毫。求求你救救锦轩吧！好，那带我去见一下于小姐。哎，这边。怎么这么快就这样了？五脏六腑严重衰竭，今日气血攻心，又导致经脉紊乱，体内一团乱麻。体内多器官衰竭，导致停止运作，生机迅速流失。这样的话，再顽强的生命力也撑不了多久。那依你之见，现在情况该如何是好？丹经里的固体丹和复灵丹或许有用，但是这两种丹品质比较普通，未必能让它恢复如常。延缓病变、暂缓生机的办法是有，但是要是说根治的话，我也没有完全的把握。能维持住他现在的情况，就已经能称上丹青圣手了。你还有希望将他根治？我需要干什么？你尽管说。这是我需要的药材，尽快给我送去，越快越好。好，明白。可以开始炼药了。成了。没想到炼丹还可以提升修为，如果再多炼些丹，得道成仙，那岂不是指日可待了？看看两本经书的下一页能不能翻开。试试丹经。血气丹、吸髓换血、延寿丹、延年益寿、太清玄神丹、脱胎换骨、涅槃重生，这个太牛逼了！这个太清玄神丹可以用来给于锦轩治病，只是这个药材，这个是固体丹和复灵丹，将它扶起，然后把复灵丹喂下。白老，这丹药真能有效？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相信楚风，他体内的气机正在趋于稳定。锦轩，你终于醒了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你昏迷后，大家都束手无策，是楚风救了你啊！谢谢你救了我，也向当时对你的误会道歉。不必多谢。复灵丹还未发挥全部的药效，今晚还要连同固体丹一起服下，效果才更好。谢谢你，楚风，你是我们于家的恩人。没关系，但是这两枚丹药的药效还不够，还需要药性更大的太清玄神丹。可是传说中那个能让人涅槃重生的灵丹，正是。这个是我需要的药材，如果能全部找到，便可炼制。上面大多材料都不难找，只是其中3味我这辈子也没见过。3足金蝉、5彩雪莲、5根草，这些材料都是凤毛麟角之物，想要凑齐更是难上加难呐。楚风，这个丹药能帮景轩身体维持多久啊？1个月。那还有时间了。白老、楚风，还请你们多帮忙打听啊！如果有这几种材料的消息，无论价格多少，我都会想办法收购的。拜托二位了。这3种药材该上哪儿找啊？日后我打算研究新药品，到时候那个原材料能不能从秦家购买啊？这个当然没问题，这世上还没有秦家搞不到的药材。喂，我要约见秦老。爸。来了，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千怡的朋友马天恒。哦，他叫楚风，是千怡的男朋友。这是要拿我当挡箭牌吗？可我看这位朋友长得倒像是工地干活的。千怡，就算你对我再不满意，可你的眼光也不至于差到这种地步吧？没错，我就是个民工，可是缘分这个东西，我也没辙呀。秦老，
我对千怡的感情很坚定，不会就这样轻易放弃。今日就不多打扰，改日再见。实属无奈之举，莫要见怪。马天恒身份复杂，不好直接翻脸，无奈才出此办法，逼他知难而退。哎，没事儿。不过秦老，我最近在研制一个新的药物，但是有3个药材极为罕见，所以想请您帮个忙。哦，什么药材？五彩金莲、三足金蝉，还有无根草。三足金蝉和无根草，实在不知。不过五彩雪莲在咱们天州还真有一份啊，在哪儿？天一阁。天一阁，我也是才听说，明天那儿有一场拍卖会，五彩雪莲就是拍卖品之一。五彩雪莲乃大补之物，价钱肯定不会低。只要能救景轩，钱不是问题。卡里有2000万，到时候不够的话再给我打电话。不过还有一件事比较棘手，只有拥有中医资格证的人才能进场。这件事交给我来解决。我是天州医学协会的会长，这点事不在话下。我这算不算走后门啊？这叫特事特办，而且以你的医术来当副会长都绰绰有余，更何况一个资格证啊！好，我等你好消息。哟，楚风啊，你不是一个民工吗？怎么进来的天一阁？巧了，刚考下资格证。哟，还挺有前途。不过今天竞品的价格比较高，要不要我借点钱给你？这就不劳烦您操心了，千怡会给我钱的，她的软饭我肯定会吃。你，哼，给我走着瞧！大家好，我是本次拍卖会的主持人慕容雪，请大家遵循拍卖会的规则。良性竞拍，拍则必付。她就是慕容雪，和于锦轩、秦千怡并列的天州4大美女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份拍品，昆仑山百年人参一份，起拍价5万，每次报价不得低于1万，请开始。我出6万、7万、10万、12万、18万、18万，成交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2件拍品，五彩雪莲。这一件呢是天一阁偶然获得的世间至宝五彩雪莲，起拍价100万，每次报价不得低于10万，请开始。200万。马天恒要这个干什么？五彩雪莲可以让女性永葆青春，如果送给千怡，一定能让她回心转意，投怀送抱啊。250万、300万、400万、600万，有钱人还真多呀。800万、1000万、1200万、1400万。关堂老先生，难道你真的要和我竞争到底？有何不可？竟然是景州第1名医关老，怪不得这么眼熟。难道这位年轻的医者竟和关老竞争，就不怕自毁前程？虽然价格已经超过预算，但只要能追到千怡，哼，那就值得。我出2000万。关公子真是财大气粗啊，老朽自愧不如。承让了，关老爷子。真是精彩！既然这份雪莲已经无人再拍，那么我宣布，它的获得者就是……等等，2010万。楚风，我劝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正常竞拍，价高者得。怎么，你还有人身攻击啊？很好，我决定将五彩雪莲让给楚风，不过你要当场付款。我没听错吧？刚才叫价就属他叫的最疯，现在别人不过是加了10万块钱，他竟然拱手让人了。可以啊，我现在就付全款。楚风，你就是一个普通民工，上哪儿找这2000万啊？钱在这儿，密码在卡的背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恭喜，这份五彩雪莲的获得者就是楚风，楚先生。我有意见，楚风他就是一个普通民工。马先生，每一份职业都应该被尊重。您口中频繁地提起民工2字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没错，农民工咋了？你老针对别人的职业，你真有点不道德。而且楚风已经付过款了，依我看，你这是没拍上，自己气不过罢了。大家请听我说，他是有钱付款，但我要说的是，他一个普通民工，
怎么可能有中医资格证？他的中医资格证肯定是伪造的。我这个是医学协会发的，真伪随便查呀。肯定是伪造的。我这个是医学协会发的，真伪随便查呀。这简单啊，让我一查便知。如何？答案很明确，这中医资格证是真的，而且还是天州第1名医白井大师亲自颁发，不会有假。马先生，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楚先生，请随我到后台验收您的血莲。楚风，你给我等着。今晚等不了了，我得回去跟千怡 baby 吃烛光晚餐。你，哼！感谢楚先生对天一阁的支持，以后有需求可以随时过来。正好现在就有点需求，请说。我想让慕容大美女帮忙引荐一下负责人。天一阁的负责人？不知你有什么事情？就是我想请贵方帮忙寻找2副药材。什么药材呢？3足金蝉和无根草。这2副药材都是古籍中记载的，稀有程度不比雪莲差，不知楚先生是何用处？救人，只要能帮我找到的话，价钱不是问题。没问题。还有就是天一阁的中药材居多，我想以后在你这里购买药材。当然可以了，楚先生以后有什么需求，尽管开口就是。好。你慢走。哟，正准备打车回去呢，看来你们是想把我护送回家呀？是送你没错，但要去哪里，我们说了算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花招。没想到吧，这么快就见面了。烛光晚餐是吃不上，不过我倒是可以请你吃鱼。果然是你啊！把五彩雪莲交出来，以后彻底消失在我和秦天怡的面前，这样我还可以放你一马。如果不呢？那就打断你的腿，扔到河里喂鱼。给你机会你不中用。上。怪物，你就是一个怪物！你要是动了我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说，给你这种人一个什么样的教训，你才知道长记性？刘医生，我的病真的没法治了吗？或许只有那几位国医圣手才能救。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人脉呀。喂，爸，我被人打断手送医院了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什么？谁干的？楚风。来人，把楚风带过来。嘿嘿，我寻思这场面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楚风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马爷，他就是楚风。你就是楚风？是谁给你的勇气把我儿子的手臂打断的？我也不知道那是你儿子，但是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这么干的。行，我给你条活路，把手留下，人滚出天州。要是我不愿意呢？我这有3000人马，你要是能打得过，咱们就2清。那你尽管可以试试。动手！出去，我要跟楚风单独谈谈。马爷，要不我先把这小子给废了。出去。走。楚风，怪不得你底气十足。现在我们可以重新谈谈了。秦鼎峰的制毒是不是你知道？看来马爷身边也有重病的人。是我。浆细胞恶性增殖，这个病症会引起人的组织和器官受到损伤，严重的话，短时间内就会死亡。不过在我看来，问题不大。丹经第2翼的血气丹正好可以洗髓换血，治这个病。楚风，你要能治好我的病，我给你1000万酬劳，而且以后就是我马家的座上宾。我也没说我愿意治啊。行，大不了死了拉你片背。你呀，本来还能有一条活路。马太，你个天杀的，你为什么不弄死这个王八蛋？他可是伤了咱们宝贝儿子，你要不管我亲自管，我这就为儿子报仇。你竟敢打我！离婚！我跟你离婚！你快看这是什么？我已经时日无多了，只有楚风能救我。你说要怎么办？是我死还是怎么样？扪心自问一下，
要是没有我马太，谁能保护马家基业？谁能保护你们母子俩？一个泼妇，一个废物。我死了，有多少以前的仇家来寻仇，你知道吗？算了，你走吧。我想明白了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没有谁能掌握所有的事情，这就是命啊。唉，遇到了就是命数。你的病我治了。啊？慕容阁主，这是我所需要的药材清单。楚先生，怎么感觉像是来进货了？但你好像未开医馆，也不在医药行业工作。阁主真是神机妙算啊！见我一面便知道我的事情了。别误会，我是怕怠慢贵客，做些简单了解。我这就去拿药。除了马太用的血气丹、复灵丹、固体丹、益寿丹和太极紫金丹的药材，也得多多准备些，也多一份底气。敢问阁主，那2个珍贵药材可有名吗？没有，不过天一阁已经在各处寻找，有消息我会亲自通知楚先生。如何？楚风的警惕性很强，我觉得暂时不可轻举妄动。不止我们，另外2家也在盯着，切莫被抢占先机。那可是能治愈秦老头制毒的能力。明白了，父亲。成了。我的修为又提升了，好强啊！轮回经又解锁新的内容了，奇门13针，输入真气，驱散寒邪，听起来不错。到时候不知道能不能派上用场。现在要用血气丹去治马太。宅主干啥的？去找马太，就说楚风登门拜访。你小子敢直呼马爷大名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。废话真多，让你去你就给我去。哎，这，哼，我看谁在这闹事呢？我先给马太打个电话，要不然这里砸了，难免有误会。给我上！哎呀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。楚兄，跟我来，跟我来。马爷马上就到。楚风，你练过体啊？咱们切磋一下，就一场。好啊，那你可要使出全力啊！哎呀！你们怎么打起来了？哎，只是切磋，切磋。红色的是血气丹，睡前服用，7日之内顽疾定会痊愈。那这枚褐色的呢？这是复灵丹，给你儿子服用的。楚神医，救命之恩，没齿难忘。好了，以后好好享受自己的人生吧。哎，等等，下周末我在富海酒店举行50岁寿宴，到时候请楚神医一定要上脸。明白了。慕容雪，你好啊，大美女。好消息和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全凭阁主心意。今晚有时间，请你吃饭。那好消息呢？啊？什么？1瓶红酒2万？咱们还是吃碗面吧。牛肉面800，还是我来点吧。咱们要不还是先说正事吧。无根草已经有下落了，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被人捷足先登了。孙家老爷子得了罕见的寒症，听闻无根草或许有用。孙家老爷子得了罕见的寒症，听闻无根草或许有用，所以他们便在海州寻得一株。现在有2个办法，要么从孙家收购过来，要么接着再找。可是锦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如果我能治好孙老的寒症，孙家是不是就会愿意把无根草转让给我了？你？我叫楚风，是个医者，来看孙老爷子。抱歉，我们家已经有3名老名医在诊了，不必麻烦你。听说孙老爷子已经危在旦夕了，我若医不好，你们也没有损失，但万一能医好呢？请进吧。好。我爸怎么样了？
我们已经尽力了，就算是神仙下凡，也无能为力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呀！青姐，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只要能控制我爸的病情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我来试试。啊，这位是楚风，刚才他说或许能治好咱爸。年轻人，你确定？有成把握。哪来的小骗子在这儿胡诌？孙老爷子的病我最了解，他已经失去了医治的可能。没错，毛都没长齐的小孩，竟敢在这里胡言乱语，真是不知死活。如果我现在出手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要是再拖下去，老爷子的病情只会更严重。只要能治好我爸，多少钱我都愿意。还请三位让让，糊涂！行医者最忌讳妄自尊大。你说什么？混小子，真是目中无人。他今天要是治不好孙老爷子，明天就让他医学界除名。走，盯着他。怎么傻眼了？要是你这种小孩都能治好孙老爷子，以后我们叫你爷爷都成。寒气已经侵入四肢百骸，在全身流窜，普通的医术根本无法治愈。这是针灸？针灸治病何其困难！这小子不自量力。这怎么可能？神针，真是神针！把这个丹药明天喂给孙老爷子。您真是天降神医，我们孙家感谢您大恩大德。怎么样，初夏兄弟，真是神医在世啊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初夏神医佩服。爷爷，停！我可没有你这么老的孙子，别在这倚老卖老了，以后多谦虚点，回去吧。楚神医，我们孙家没多少财产，愿将公司股份赠予您20%，永久。那倒不必，我此番前来只是为了无根草。这个没问题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多谢。楚香友，我搞到3足金城了，终于可以炼制太清玄神丹了。成了，太好了，我的修为又提升了。于正清，丹药终于炼成了，我也赶紧找他去。楚神医，快请！快躺下，这次我肯定会让你恢复如初。我感觉好热，快把它放到浴室里，用冷水降温。秦轩，你终于没事了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爸妈，我现在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，以后啊，您再也不用担心我了。我以后再也不是家里的累赘了。傻女儿，你从来都不是累赘呀。真好。哎，这是作为医者应该的。你是景轩的救命恩人，更是我们全家的恩人。日后但凡有用到于家的地方，定当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倒也不必这样，只不过支付3足金蝉的钱是我朋友出的。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里有1个亿，不够的话，我让财务再取更多的来呀。不，用不了1个亿，支付3足金蝉的钱300万就行，剩余的我可不能收。那个真的很感谢您，日后能请您吃饭吗？这个的话，到时候再说。楚神医，这1个亿，是白老，我去接他电话。好的，好的。景轩的病治好了。是的，这也得感谢白老你提供的3足金蝉。哎，这可就见外了。我还听说楚家秦鼎峰的制毒也是你给医好的。是的，用的是太极紫金丹。太极紫金丹，太清玄神丹，超凡脱俗的丹术。莫非尊师是那位已经消失20年之久的丹圣欧阳子？医术来自祖宗传承的事情不好多说，刚好就拿这个欧阳子当挡箭牌吧。白老真是见微知著啊！
真是我之伯乐也。要是换做其他人来问，打死我都不会说出真相的。哎呀，早有传闻，丹圣已逝，原来竟在隐士修行。看来白老对尊师也有特殊之情。当年有幸被欧阳前辈指点一二，这才有今日之成就。好老哥，真是缘分呀！好老弟，今日我请客，咱们不醉不归。没想到这白老头这么能喝。楚风啊，找我何事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何要对我出手？果然非同凡响。不过你跟秦家助纣为虐，你迟早会死无葬身之地。还敢嘴硬！楚风，敢在这里打架，万一把我房子打坏了，你赔得起吗你？他说的秦家，不会是秦鼎峰吧？事情就是这样。应该是孙家。孙家，20年前，秦家和孙家利益纠葛，势同水火。我身上所中之毒，就是孙家买通秦家医师注射的。我上门讨要说法，发生了火拼，不幸造成了千姨父母的身亡。孙家被杀，自此偃旗息鼓。没想到他们现在又回来了，还把你也牵扯进来了。喂，既然是他们先找上我的，那我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我会去彻查此事。不用。为什么？他们一次不成，一定还会再来。还真有人自寻死路啊！你是孙家，孙唐志。啊，楚风，你跑不掉了。该跑的人是你，小张，一个人杀不掉你，一群人还杀不掉你，给我上！喂，秦老，人我找到了，也没多少人。就一帮臭鱼烂虾，我没问题，就在郊外口，你直接过来抓人就行了。好，快过来吧，赶紧把人抓走吧。不可能啊！哎，别杀我！我动手！是谁派你来的？是我爸派我来的。啊？为什么非要对我动手？我们孙家本来看秦鼎峰快要毒发身亡，回来报仇雪恨的，可谁知道你治好了秦鼎峰，破坏了我们的计划。你们一帮臭鱼烂虾，还谈什么报仇雪恨？我们背后可是拓跋世家，天中3大世家之一，拓跋世家都督角，止戈天征，都要镇在镇。那他们人呢？我本以为对付你一个人，只需要我们孙家就够了，就没让他们插手。你们自己的恩怨自己解决。你就是楚风？我是啊。我家大小姐要见你。不用了。我是轩辕冷禅，找你来是想让你帮忙诊断。你有病？不对啊，我看你身体状态蛮好的。是我父亲，他得了一种怪病，但任谁都无法查出病因。那为什么要找上我一个小民工啊？传闻你医治好了秦鼎峰和于景轩，无论真假，我都想试上一试。我为什么要帮你？钱、权、地位、美女？只要你想要，我能办，你说什么都能实现。我只对你感兴趣。我只对你感兴趣。你是在玩火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的身份，我可不想因为救了不该救的人，再惹来杀身之祸了。天州3大世家之一，轩辕世家嫡长女，在天州，谁敢与轩辕家作对，无异于找死。那走吧。吴老，带他休息片刻，我去看看父亲。是，大小姐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若是招摇撞骗，劝你现在离开，还能有条活路。不是我要来，是你们大小姐请我来的。下次
说话能不能带点脑子？如胆敢再次放肆，人呢？这就是你们轩辕世家的待客之道？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你？楚风，你随我来。轩辕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去了。你在耍我？啊，楚先生，刚才多有冒犯，还请海涵。罢了，也不想与你过多计较。轩辕小姐，带路。介绍一下，从左往右分别是2叔轩辕孤风，3叔轩辕孤夜。各位好。能一，你便前途无量，如敢行骗于轩辕世家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2叔，我找的人，我负责。不如让那小子一试，治好了皆大欢喜，治不好也没损失，不是？多说无益，先带我面见家主，自会知晓一切。我带你去。父亲，那我先告退了。请坐。您，我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，只是吊着最后一口气儿罢了。唯一放心不下的便是冷禅，他的事安排好，我就可以合眼了。您要不让我试试？不说能够起死回生，只要并非绝境，晚辈仍有几分把握。好，如何？经脉尽断，生气全无。若不是你用最后一口真气护住心脉，恐怕早就……既然已经无力回天了，那为何还要麻烦冷禅来找我？哈哈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1号秦顶峰的是太极紫金丹吧？欧阳子前辈曾言，有部名为丹经的至宝流传在世，里面就有太极紫金丹。欧阳子前辈为寻丹经，销声匿迹多年，至今未见一面，没曾想会在你之手。不过这也是命数。您知道丹经一事，那前辈可知道我楚氏一族的事情？你若能答应我一件事儿，我便告诉你欧阳子前辈曾留下的2句话，会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。前辈请讲。在我离世后，照顾好冷禅，若你2人产生情愫，便结为夫妻，否则便以至亲相待。前辈，你为何如此信任我呀？哈哈，这也与欧阳子留下的话有关。您说，楚王不灭，战神不绝。丹经来自淮阴郡楚氏，每一任的丹经持有者都是气运之子，龙国楚王，代代战神。所以由你来保护冷禅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好。对了，楚先生，我看你还没有代步工具，正好我有一辆奥迪 A6 送给楚先生代步，算是提前预付给楚先生的报酬。如何？你先进去下吧，轩辕前辈有事交代。为什么就是不能听我的呢？都是为了你好。为什么？我不要。人生皆注定，天命不可违呀。啥破车都敢往这儿停？啊！哎呀，我去！你小子敢跟本少交好？小屌丝计较什么？别脏了宝贝的手。说的是，本少还忙着参加马叔的生日宴。穷屌丝，这辈子你都没有机会享受这样的美女。傻子！保安，把他给我弄走！土包子，赶紧滚！我是马总邀请过来的。那你拿出来邀请函。邀请函？楚风，你怎么不进去？邀请函忘带了。给，这是我的邀请函。你跟我一起进去吧。好。好多人啊。你先坐吧。
我去跟几个熟人打个招呼。好。马爷到。寿宴即将开始，大家入座吧。马叔，楚风，来。这是白无义，这是楚风，怎么，你们认识？当然认识。楚兄弟在酒店门口冲我竖中指，还想打我来着。白兄弟单手开迈巴赫，我还怕你哪天撞死。马叔，楚先生想必来历不凡吧？楚风只是个民工，跟我有些缘分。哈，楚兄弟原来是出身基层，那能见到这种场面，算是三生有幸了。美女，怎么称呼？许青青。不错，就是遇人不淑呀。遇人不淑？难不成要跟着你这类人吃苦？恐怕狗都不会看上你这民工吧？楚风，给我出来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女朋友有点小任性。这么美的女人，居然是你女朋友？你怎么来了？来了也不说一声。走，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。不感兴趣，跟我出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先陪我见几个朋友，到时候有什么都好谈。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没想到天州还有这般神仙眷侣。哎，过奖了。刚才白兄弟说什么来着？轩辕家的玉佩是不是你拿着呢？这是轩辕家的祖传玉佩，里边藏有轩辕家大部分资产的密钥。那您给下任家主就好，为何要给我呢？因为害我至此的，给我下毒的人，正是即将继任家主的轩辕孤峰。能一，你便前途无量，勇敢行骗于轩辕世家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竟然是他！我需要你帮我好好保管这枚玉佩。到什么时候？到冷禅城长大，能与轩辕孤峰一战的时候，再告诉他真相，让他来帮轩辕家拨乱反正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玉佩确实在我手里，但我还不能给你。为何？这是你父亲交代我的事情，待时机成熟之后，我自会把玉佩给你。再告诉你一件事情，故弄玄虚，轩辕的家事跟你没有关系。谁说的？想必前辈向你交代过某事吧？你知道那件事？你要以嫁给楚风的名义离开轩辕家，和家族彻底划清界限。对，所以怎么做你来决定，是听前辈的安排，还是一意孤行？但我给你提个醒，一意孤行的话，代价可是杀身之祸。那怎么样才算时机成熟？轩辕孤峰的实力不容小觑，等我或者你晋升宗师境。好，在此之前，我是你名义上的未婚妻，会和你住在一起。不过，胆敢有非分之想，就等着给自己收尸吧。回去以后，给家里人交代清楚，到时候我自会去接你。赚翻了！到时候跟哥住一起，很快就能被哥的魅力折服。然后，美女，我是海湾白家的白无义，能否单独请你吃口晚饭？好啊，走吧。完了，爆了！不行！为何？你好歹也是大家闺秀啊，总不能倒贴过去。挑个日子让楚风来趟家里吧，只要他能拿出足够的聘礼，就可以娶你。二叔，你明知道他就是一个普通民工，这聘礼他怎么可……我不需要。轩辕家需要维持面子。冷晨啊，你要理解这份苦心呐。玉佩还没到手，二叔怎么舍得让你走呢？你觉得你二叔什么意思啊？不清楚，但肯定来者不善，最好有充足的准备，不然我怕。该来的总会来，明天我就去登门拜访。楚风，如果没把握就不要来，我自己可以想办法处理。轩辕前辈把你托付给我，我绝对不能让你受到一点伤害，我心里有数，安心等着便是。祝你好运。轩辕孤峰，等下。
下手害死自己的大哥，心狠手辣程度可想而知。得尽快帮轩辕冷禅脱离虎口，看来有必要寻求帮助了。楚先生，又见面了，请坐吧。楚先生有话，不妨直言。其实我正在和轩辕冷禅交往，本想让他搬出来和我同居。等等，轩辕冷禅是你女朋友？啊，冷禅那么不近人情的人都能被你拿下，小女子佩服至极。说正事儿，我现在正在被轩辕世家借机为难，所以只能找你这种能力不凡的朋友撑腰了。只是会做一点小生意罢了。慕容小姐说笑了，慕容世家是3大世家之一，慕容小姐的身份可是很有分量的，您就别在这给我打哑谜了。好，那我便直言不讳。拓跋世家目前正在针对楚先生，您又趟进了轩辕世家的浑水，若是想让我们慕容世家出手相助，那楚先生是不是得拿出点诚意来？值得了，我们才好出手相助和他们翻脸，不是吗？实不相瞒，其实我是单身欧阳子的亲传弟子，如果慕容世家这次愿意帮助我，我可赠予数枚功效甚大的丹药，等我师父云游回来，定会重谢你。几枚活死人肉白骨的丹药，再加上欧阳子欠下的人情，这也太值了。如何？如何？楚先生真是深藏不露，明儿一早我便向家族汇报，相信家主定不会令您失望的。好，那我就回去等你的好消息。现在已经凌晨了，楚先生不介意的话，今晚就在这里留宿吧。这有点不合适吧？那看来我这座小庙容不下您这位龙王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小女子就恭送楚先生了。哎，无碍，天作被子地作席，我总不能为了自己去玷污你的名声吧？慕容家还是没传来消息吗？楚老弟，不要紧张，你贵为神医，又得欧阳子亲传，若你愿意公开身份，天州天河郡乃至整个龙国，无数贵人都会为你出手相助。我有难言之隐，不想暴露身份。不过，白老，我该走了。3个小时之后，如果你联系不上我，就帮我先对外公开吧，这样还能保一时平安。请吧。来了。别紧张，有我陪你呢。楚风见过诸位前辈，我等早已恭候多时。今日请你前来啊，是因为冷禅的婚事尤为重要，总不能马马虎虎吧？没错，假使我们大小姐没有诚意怎么行？古武世家讲究门当户对，随便想带人走，岂不是让轩辕世家蒙羞？哎，你看，轩辕世家向来不是一言堂，毕竟为了家族和冷禅考虑。诸位都是明白人，无需拐弯抹角。放肆！你什么态度？年纪轻轻，狂妄至极。好了好了，楚风只是性子比较直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诸位总要考虑冷禅的面子吧？态度这么强硬，莫非他真有什么底牌不成？其实诸位并无恶意，大家知道你的身世并不显赫，既无法讨个门当户对，不如拿出重礼，让诸位在面子上也过得去，也能看出你对冷禅是否有足够的诚意啊。明白了，这张卡里是300万，这是我全部的积蓄，还请诸位笑纳。你当我们轩辕世家缺钱吗？你当我们轩辕世家缺钱吗？对呀，区区几百万，你是在看扁我们吗？啊，没有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实在不行，我把我的房和车都卖掉，只要各位前辈能允许我和冷禅在一起。到底谁在揣着明白装糊涂？我们搞出这样的阵仗，真当是为了多要你这点鸡毛蒜皮的钱财吗？二哥，实不相瞒啊，此前听说你将秦定风的制毒医好，对于这种妙手回春的神通，我等心向往之。果真是为了这事儿？哼，那不过是谣言罢了。正所谓谣言止于智者，诸位不会连这些都信吧？你是在骂我们蠢货？哎呀，没有这个意思。楚风，注意言辞，在座的都是长辈。好了，且不说这件事，我大概在死前是否交代了你什么事儿？因为害我至此的，给我下毒的人，正是即将继任家主的轩辕孤峰。哎呀，
那没有，我和未来岳父仅有一面之缘，也没说过几句话。我要实话实说，你不现在就把我斩草除根了？看来你还是比较见外呀，不如你就在山庄暂留几日，让长辈们好好招待招待。怎么回事？是你有所安排？或许是。原来是慕容家主大驾光临，没打扰到诸位吧？应是令寒舍蓬荜生辉，何来打扰之说？不知慕容家主本次来所为何事？为我的好兄弟楚风，我们此前已商议好，今日便携重礼前来提亲。我没听错吧？堂堂慕容世家家主，竟然和楚风称兄道弟。二哥，你刚上位，现在和慕容小撕破脸皮，怕是不合时宜。哎呀，各位前辈，见怪了。刚才我就是给各位前辈开玩笑，套近乎，迎娶冷禅不能马虎，真是为了我和冷禅的婚事，让慕容老哥操碎了心呐。好，很好，这是意外之喜啊！我也挺意外的，我跟楚老弟是结拜兄弟，如今他又要娶你的侄女，我真是人在家中坐，长辈天上来呀！哈哈哈哈。既然楚风和慕容家主是好兄弟，那咱们两家以后可要多走动走动啊！好，那我就先带着楚兄弟和弟妹走了。哈哈哈，这慕容晓，你给我等着！不必惊讶，来这种是非之地，我必然多带些人，以备不测。多谢前辈之恩，莫齿难忘。多谢慕容家主。您觉得他怎么样？很出色，楚风敢单枪匹马而来，这份胆魄足以证明，并非弄虚作假。所以，这就是你故意晚到的原因？如果他在我来之前就已经服软了，这人就不值得我慕容家扶持。今天还真是有惊无险，看来咱俩运气不错。就差一点，命就没了。哟，看来你还挺关心我的。我是担心你死后没人告诉我父亲的遗愿。那你可要好好保护我哦。你给我记住了，这只是在演戏，别产生任何非分之想。哎，你好，两位是入住吗？啊，对，要2间房。哦，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现在只有情侣大床房了。这冷禅，你看这附近的宾馆应该都比较满，你看咱俩要不要？要不还是2间房吧。你是？竟然是景州第1名医关老。关老。楚风，你真是年轻有为啊！不知关老今日过来所为何事？第一，求证你是否真正有医好制毒和先天性疾病的能力。第二，如果这件事确切为真，即那个要求你把医治方法上交给协会总部。您说的是秦鼎峰和于锦轩的事情？那您知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谁透露的？或许幕后有人刻意推动，但我不太清楚。如若我拒绝上交治疗方法呢？日后医学界将没有你的一席之地。霸王条款。这是为促进人类整体医学知识的发展，是国际公认的规矩。若将涉及丹经的药方交出来，全国各大家族来抢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其实公开医治方法并非没有好处，你也可以申请专利，届时财富、荣誉、地位、资源，你拥有的将会比现在多100倍不止。那实在抱歉，我不能公开。唉，你的决定将毁掉前途，我言尽于此。没想到我已经被盯上了，看来得赶紧修炼。这是透视眼，轮回瞳。凝气境后期，我离宗师就只差1步之遥了。好熟悉的情节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拓跋行，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拓跋世家找我有什么事啊？哎呀，看来楚先生知道我们家族了。说实话，
我有心和楚先生交个朋友，不知楚先生是否赏脸一起吃顿饭？不好意思，我不想和古武世家牵扯太多。可你已经和其他2大家族牵扯不清了。请问楚先生，今日面见官堂后，是否觉得压力大呢？难道把我架在火上的幕后黑手是你？准确来说呢，是拓跋和轩辕2大世家。我们共同的目的啊，就是挖出藏在你背后的秘密。那真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儿没什么秘密，你们只是多此一举罢了。别装了，你1没背景，2没实力，突然就获得了高超的医术，定是获得某种至宝或其他大能传承。只要你肯交出来，我们2大世家保证你依旧逍遥自在，且荣华富贵样样不缺。如果我拒绝呢？不肯妥协，你觉得你今天能走吗？就算我今天在这儿把你给杀了，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和慕容家族两败俱伤。你笑什么？这么和你说吧，你做的唯一一件错事就是没有及时遏制我的成长。什么意思？真以为我会怕你们？真以为我是手无缚鸡之力吗？那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楚风，不管今天怎么样，你必须得死！谁敢动他？轩辕老禅，是你！拓跋行，你这样是打算和我们轩辕家撕破脸吗？我们走。他是拓跋家的下任家主，这下我们的情况真的不容乐观了。论手段的话，我肯定比不过2大世家，但是想让我屈服的话，绝不可能。有什么计划吗？我们可以联手更强的势力，或者我晋升宗师极境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坐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。这是什么话呀？陪美女吃饭是我的荣幸。其实，我是来向你道别的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明天起，我就前往帝都学画画，这是我从小的梦想。既然身体没有负担了，就想去勇敢追逐一把。哎，这是好事啊！做人要是没有梦想，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？楚风，我喜欢你啊！我喜欢你，这是我临走前最想告诉你的话了。啊，能被你喜欢是我的荣幸，不过当下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况且，我这样的穷屌丝，怎么配得上你啊？你不必故意贬低自己。或许我们确实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但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发生何事，都有个人是很在乎你的。好了，这饭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咱们出去走走吧。好。赌石店，正好可以试试轮回瞳的效果。不如咱们来这家试试吧，万一开出好的料子，就做成饰品送给你。好呀。朋友，第一次来吗？咱们这儿有砖头料、毛坯料和花牌料。您如果想切一点好的玉石，我建议您多花点钱，看看咱们的花牌料。不用了，你先去忙吧，我们就随便看看。好嘞。这块儿多少钱呀？5000。行，现在帮我切了。没问题，那我现在帮您切。嗯。现在我来帮这位先生解这块料子。这料子不行啊，估计几百都不止吧。新手吧，下次长点心吧。不行，我帮你看看。哇，我还真有翡翠啊！我操，是新手保护期吧？这也太走狗屎运了。豆绿翡翠，半透明，只不过体积有点小，依我看，价值2万元左右。确实有点小，我再挑2个大点的，给你打一套翡翠首饰，这样就够了。小兄弟，还真以为这是菜市场啊？还想要多少翡翠就可以？你这次只是运气好，我看下次啊，你连屁都开不出来。别瞧不起人，我要是还能开出翡翠料呢？再开出好的料，我愿意出5倍价格，再给你下跪道歉。好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。别废话，
我老牛说话，一个唾沫一个钉。这里有30万，今日就陪你好好玩玩。要不还是算了。没关系，玩玩而已，主要就是想给你打一套翡翠首饰。这块多少钱？普通花牌料2万元。行，就要它了。哎，看来真是外行无疑，这连最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，明显是人傻钱多。小子，我劝你还是再想想，这种原石很常见的，都是坑新手的，一般开出来都是杂石，别亏的以后连裤衩子都没有。老牛，你说话注意点，人家选什么是人家的自由。不改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反正开出来的也都是些废品。哎，不会真被这小子踩了狗屎运了吧？你说啥？难道这里面真有玉石？急什么？我看呢，就到此为止了。开出这么多杂文原石，怎么还有大块玉石呢？居然还有！这是和田玉的墨绿料，油脂光泽，质地柔和，还没有杂质。这绝对是和田玉中的上品啊！依我看，这块石头最少价值50万呢。好厉害！老弟，这块料子我要了，我愿意出50万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小兄弟，要不咱俩找地方谈呢？莫急，老牛，你这30万好像不太够啊。我认了，这块料我以5倍价格买回去。那就算了，我还要给我朋友打首饰。不约不履行，你小子看不起谁呢？下跪道歉就好了。你好，你小子给我走着瞧！哎，散了，包起来吧。贵客，我们老板娘有请您一叙。贵客请坐。叫我楚风就好，叫我楚风就好。在下云流沙，刚才在楼下发生的事，我从监控已经看到了，不得不赞叹楚先生的能力，堪称大师啊。云老板抬举我了。楚先生不必谦虚，我并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聘请您来宝楼居工作，薪资随您开。那真是不好意思，我还有别的事业。那可否请您鉴定一下玉石？好啊。漆黑如墨，面如琉璃，质如山海，弹珠大的玉石里有巨大能量，我的轮回瞳竟然都无法参透内部。楚先生啊，云老板，这枚黑石从何而来啊？这是父亲临终前留给我的，我曾找许多专家鉴定。啊，我也不太清楚，有可能是天外陨石，不然不难鉴定。好吧，不过谢过楚先生了。不用客气，云老板能否忍痛割爱，把这个黑石转卖给我？楚先生这是何意？我平时就喜欢收集些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云老板不愿意，那就作罢。送给你又何妨？就当是交个朋友。这不好吧？难道是不想和我做朋友？哪里的话，能跟您做朋友，那是我的福气。那就收下吧，我可不是什么小气鬼。多谢。云老板，日后有需要之处，尽管开口。都是朋友了，就别叫得这么生分。不介意的话，就叫云姐吧。行，云姐。好嘞，楚弟弟。我倒要看看，你里面到底有什么魔力。奇怪，怎么没有效果？要不试试滴血？好神奇！成了，我终于成为宗师了。现在试试轮回经能不能翻开下一页。岁月之篇，控制时间流速。啊！好强啊！好消息，我晋升宗师境了。哼哼，以后跟我客气点儿，要不然
小心我就……恭喜你啊！事到如今，那你该把你知道的全部事实都告诉我了吧？那怎么样才算时机成熟？等我或者你晋升宗师境。怎么？你想毁约？我有知道事实的权利。你有知道的权利，但是你知道后必须冷静下来。我是喜欢冲动的人。好吧。其实你父亲并非真想让你和轩辕世家断绝关系，他只是想让族人觉得你无心留在家族，觉得你威胁性变低。就这样。还有就是，你的父亲死因并非受伤，而是中毒。你说什么？那种毒会逐渐吞噬人的生机和力量。我去检查时已经无力回天。这不可能，外人怎么可能会有机会下毒？所以，下毒的人并非外人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家族内部的人怎会如此丧心病狂？肯定是你在说谎。下毒者就是你二叔轩辕孤峰。我要回去当面质问所有人。哎，冷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二叔，我就问你一件事，我父亲是不是你下毒害死的？放肆！轩辕冷禅，前任家主的事情早已处理清楚，难道你走火入魔了不成？真当自己还是当初那个大小姐吗？冷禅，我知道家族对楚风施压你很不满，但咱还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，无论什么事，咱们静下心来，坐下来好好谈谈吧。轩辕冷禅，别不识好歹，家主已给足你面子，你最好现在立刻跪下认错。对，赶紧认错，认错。我只是想给父亲讨回公道。谁敢动他分毫试试？楚风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外面的护卫都是吃干饭的吗？不怪他们，一群小虾米，现在都睡得很安详呢。放肆！主动登门找死，还大言不惭！这怎么可能？他竟然已经成长到这种地步！我还没找你们着急算账，你们倒是赶着来送死了。楚风，你再出手，可就和轩辕世家不死不休了。我楚风今日赶来，就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我来会会你。软绵绵的，你没吃饭吗？宗师，楚风竟然已经有了宗师境的力量。轩辕世家岂能容你再次放肆？大家一起上！慢着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不许动手？楚风，现在一切还不清楚，先别冲动。楚风，你究竟想怎样？我们轩辕世家可是受周主府保护的，你若一意孤行，也没好果子吃。你现在知道怂了？你别太过分了！你难道真想鱼死网破？你不配！害死亲大哥的畜生！我没直接打死你就已经不错了。你别血口喷人！哼，我血口喷人？那为什么前任家主会把祖传玉佩交给我，而不是你呢？什么？祖传玉佩在你手里？前任家主种的是天花伞，正是轩辕孤峰下的，现在验尸便知。你胡说八道！你别妖言惑众！我杀了你！杀我？你够格吗？宗师，他居然是宗师！今日，我要替前任家主和未婚妻轩辕冷禅评判，挡我者杀无赦。我刚刚验过尸了，楚风说的没错，前家主确实中毒致死。父亲，女儿终于为你报仇了。不管怎样，都要好好生活，别让前辈失望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尽管找我。日后轩辕世家交给冷禅处理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楚风，谢谢你。冷禅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冷禅，以后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往后余生，多多关照。